知道吗？很多人天天求财求福，但他不知道自己每天都在漏福。就好比你拼命往水缸里挑水，可是这个缸底下有10个大窟窿，你挑的再多，全都漏光。你说你这辈子怎么可能好得起来？我告诉你，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光有表面的福报是不够的。你看我们现在的人，拼命追求有钱、有地位、有名声，这些都是看得见的，我们叫它阳德。但是老祖宗早就讲了，万事万物都是一阴一阳之谓道，光有阳没有阴，你这个人是站不住脚。什么是阴德？就是那个看不见的、暗中积累的，你默默做的好事，甚至你自己都忘了，但老天爷给你记着，这才是你真正的存款。易经里讲的最透彻了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你注意这个余字，多余的余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积的阴德太厚了，厚到你这辈子都用不完，它就会溢出来，留给你的子孙后代，这叫余庆。反过来，你做的损阴德的事太多了，这个祸你自己这辈子都受不完，它也会溢出去，留给你的子孙，这叫余殃。所以我今天要跟你讲的这10件事，你一定要对照自己，你不要不服气，静下心来想一想，你有没有？有的话马上断掉。你不断掉，你的人生，你的后代真的会受很大的影响。这不是吓唬你，这是天地运行的规律。我们先讲第一个，也是最严重、最容易犯，就是不孝顺父母。孝道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根。你看这个孝字，上面一个老，下面一个子，就是儿子背着老子。你连根都不要了，你这棵树还想开花，结果佛家讲父母是堂上2尊佛，是最大的福田。你种福最好的地方就在你家里，就是你爸妈，你往这块田里浇水施肥，那个福报长得最快。反过来，你往这块田里倒垃圾倒污水，那个恶报也来得最快。现在很多人说我有孝顺啊，我每个月给钱啊，我给他们买东西啊。孔子早就讲了，那叫养，不叫孝。至于犬马皆能有养，你养个宠物也是给它吃好住好。真正损阴德的不孝是什么？是态度。你给父母脸色看，你觉得他们啰嗦，你觉得他们观念陈旧，你跟他们说话很不耐烦，你哼一声，你哎呀一声，你瞪他们一眼，你不知道这个动作在阴的层面有多严重。你去看易经的八卦，乾卦代表天，代表父亲；坤卦代表地，代表母亲。你对父母不孝，你给父亲脸色看，你就是在骂天；你给母亲脸色看，你就是在怨地。你一个人连天地都敢骂，都敢怨，你觉得你在这个天地之间还能活得好吗？你所有的福气都是天地给你的，你把源头堵死了。我看过太多人事业不顺，老是遇到小人，家庭不和睦，你往回追他的根，他对父母一定不好，他对父母不好，他的根就烂掉了。这个烂不是马上烂，是在阴的层面先烂，烂了以后，上面的树叶、事业、家庭、健康就开始发黄掉落。你不要以为你关起门来在家里，好，父母2句没人知道，你忘了天知地知，这个天和地就是你的良知。你做了这个行为，你就在阴德的账户上记下了重重的一笔负债，这个债你迟早要还。怎么还？你的儿女将来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对你，这就叫轮回。所以不管父母怎么样，他给了你生命，这就是天大的恩情。你连这个恩都不报，
你还谈什么积德？这是第一大漏福的洞。第二个，损阴德的行为，99%的人都在犯，就是口业，特别是绮语和两舌。佛家把业分3种，身业是行为，口业是言语，意业是思想。这3个里面最容易犯，也最容易被人忽略的就是口业。我们老祖宗早就说了，一言可以兴邦，一言可以丧邦。话的力量比刀剑还厉害，刀剑伤人，伤的是身体，看得见，能治好。你一句话伤人，伤的是心，看不见，一辈子都好不了。什么叫绮语？就是花言巧语，说那些没有意义的、挑逗的、华而不实的话。现在网络上很多人为了博眼球，讲那些夸张的、低俗的笑话，引诱别人的欲望。你以为你在搞笑，你是在污染别人的心田，你污染了别人的心，这个账就算在你头上。什么叫两舌？就是搬弄是非。你跑到张三面前说李四不好，你又跑到李四面前说张三不对。你表面上好像两边都是好人，其实你是在暗处挑拨离间。你为什么这样做？你无非就是想坐山观虎斗，你想从中得利。你去看，凡是喜欢讲是非的人，他自己本身就是是非之人。你以为你讲了别人的是非你就干净？道德经讲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。你话讲多了，尤其是讲这种阴的话，你的中气、你的福气就从你嘴巴里漏光了。为什么口业最损阴德？因为德是阴的，是藏起来的。你口是阳的，是发出来的。你用阳的嘴去讲阴的是非，你就是在用阳火去烧你的阴根。你去看易经，对卦代表嘴巴，也代表泽。什么意思？你话说得好，如沐春风，可以滋养万物。你话说得不好，就是沼泽，能淹死人，里面藏污纳垢。你去看那些真正有福气、有厚德的人，他话很少，他不是不会说，他是不乱说，他知道开口就动因果。你今天诽谤了一个人，说他坏话，传谣言，你可能只是为了好玩或者一时的嫉妒。你知不知道你可能毁了别人的家庭，毁了别人的事业，这个恶果最后都要回到你身上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你以为你在背后说没人听见，阴德的账本记得清清楚楚。所以管住你的嘴，是守住你阴德的第2大关卡。第3个损阴德的行为叫傲慢，就是看不起别人，觉得自己了不起。易经64卦没有一卦是全好的，也没有一卦是全坏的。但是有一个总的原则叫天道亏盈而益谦。亏就是减损，盈就是骄傲自满，益就是增加，谦就是谦虚。老天爷的规律是什么？就是你一旦满了，他就要把你弄亏；你如果谦了，他就要来补你。你傲慢是什么？你只看得到自己，你瞧不起这个，瞧不起那个。你觉得你比别人有钱，你比别人有文化，你比别人长得好看，你这个心就不平了。你不平，你就失德了。傲慢为什么损阴德？因为傲慢是在你阳的层面，你的成就上升出来的一种阴的毒素。道家讲上善若水，水为什么是最高的善？水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它利益万物，它不跟万物争，它永远往低处流。你傲慢，你就是往高处走。你把自己抬得高高的，你一抬高，你就成了亢龙有悔。易经乾卦飞龙在天，那很好，但是你再往上到了上九，叫亢龙有悔，
你飞得太高了，高到没有余地了，接下来就是毁，就是栽跟头。你去看我们身边很多人，他一有钱一有地位，他就开始狂了，他对服务员大呼小叫，他对下属颐指气使，他对不如他的人连正眼都不瞧一下。你记住，你今天用什么样的心对别人，这个道这个天理，将来就会安排什么样的人用同样的心来对你。瞧不起别人，你放心，你很快就会遇到一个更厉害的人，他来瞧不起你，他来折磨你，他来让你身败名裂。这就是天道好还。傲慢是在阴处折损你自己的福气。你本来有10分的福，你一傲慢，老天爷先给你扣掉3分。你越傲慢扣得越快，直到把你扣光，你还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这么有能力，我这么努力，为什么最后是这个下场？因为你德不配位，你的德被你的傲慢给损耗光了。所以第3个要断绝的就是傲慢心，要学坤卦厚德载物，要学谦卦谦虚。第4个损阴德的行为叫贪婪和吝啬，这2个是一体两面。贪婪是拼命往里捞，不该你要的你也要；吝啬是该你付出的你一点都不肯给。这2个的本质都是堵塞。我们讲福报，它像水一样，它是要流通的，你不能光进不出，也不能光出不进。贪婪是什么？是妄取不属于你的东西，你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拿，你贪小便宜，你占公家的东西，你贪污受贿，你以为你拿到了，你拿到的那个叫财，但是你损掉的那个叫德。你拿的不义之财，这个财它就是祸。道德经讲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。你今天拿的这个福，你不知道这个祸就藏在里面。你贪，你这个心就坏了。佛家讲贪嗔痴3毒，贪是排在第1位。你心一贪，你的阴德就开始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破坏了平衡，你多拿了，就一定有别人少拿了。你占了别人的便宜，你就欠了别人的债，这个债是阴债，你不还，老天爷会逼你还。怎么还？让你生病，让你出意外，让你家里出事。你用贪拿来多少，你就会用这些倒霉的方式加倍的还回去。那吝啬呢，就是布施。佛家讲布施是种福田，你吝啬就是你有种子，你捏在手里，你就是种下去。你守着你那个财，守着你的知识，守着你的能力，肯帮别人。你以为你守住了，你守的是死水。我们中国人讲舍得，舍在前面，得在后面。你连舍都做不到，你怎么得？你吝啬就是把你自己应得的源头给掐断了。你该帮的不帮，该给的不给，你这个管道就堵死了。堵死了，新的福报就流不进来了。你去看那些越有钱越抠门的人，他往往烦恼越多，身体越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能量不流动了。所以贪是妄取，是污染了你的水库；吝啬是堵塞了源头，不让活水进来。这2个行为都是在阴的层面严重破坏了你自己的福报系统。你外面看你好像很有钱，你很得意，但是你阴的账户早就是负资产。一旦阳的，你现在的运气一过，那个阴的恶报马上就现前。第5个损阴德的行为叫欺诈和不诚，就是骗人、说谎、不守信用。我们中国人看一个人最看重什么？看重信。人无信不立。易经里面有一卦叫中孚卦，孚就是诚信，中孚就是你内心的诚信。他讲豚于极，就是你诚信到了极点，连猪啊鱼那样的动物你都能感化他们。诚信是什么？它是一种阴的力量，它看不见摸不着，
但是它比什么都重要。你一个人不成，你就是在欺天。我们很多人做生意偷工减料，你以为你赚了，你骗的客户，客户不知道，但你骗不了老天爷，你这个德就扣掉了。你做人，你答应别人的事情你做不到，你找各种理由，你以为你很聪明，你是在透支你自己，你欺诈，你不成，你损的是什么？阴德，你损的是你的根本信任。道家讲道法自然，自然就是真，你一不成，你就是假。你用假的东西去对抗这个真的宇宙，你就是在逆天而行。你骗人，你短时间好像得到了利益，但是你阴的层面你已经破产了，没有人再愿意存款信任到你这里来了。你自己的阴德库也因为不成这个大漏洞全部漏光。你去看凡是靠欺骗起家的人，他最后定会被别人骗，或者他守不住这个财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得到的这个阳的财富没有阴的诚信作为根基。这个房子是盖在沙滩上的，风一吹全倒了。所以不要耍小聪明，你耍小聪明就是在损阴德。你老老实实，你笨一点，你沉一点，你这个阴德才积得厚。你阴德厚了，你那个阳报才会来，而且来了才守得住。我们讲了前面5个，你回去对照一下，你心里一定有数。你不要跟我铁齿，你不要说我没有。你只要是人，你活在这个五浊恶世里面，你多多少少都会沾染上。我们讲修行，不是叫你跑到山上去修行，就是在这些最根本最细微的地方修正你自己的行为。你把这几个洞补上了，你那个水库阴德的水已经开始在积蓄了，但是还不够，还有几个大洞，我们必须把它堵上。第6个损阴德的行为就是淫邪。这个淫字左边是水，右边在古代是过度的意思，就是你的水，你的精气神过度的流失了。我们中国人讲万恶淫为首，为什么把它排在第1位？很多人不理解，他觉得这个是你情我愿，爱着谁了？你错了，你爱着天理了。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精气神，这是你生命的三宝。道家讲炼精化气，炼气化神。你这个精是你生命的根本，你这个精足了，你才能气足。你气足了，你才能神旺。你神旺了，你才能有智慧，才能有财富，才能有地位。你去看，你所有的福报都是从你这个精气神里画出来的。淫邪是什么？它就是最快最直接把你这个精气神给漏掉的一个大窟窿。你看易经里面坎卦，坎卦是什么？是水，是险。一阳陷于二阴之中，它就是陷阱。设置头上一把刀，你一动这个淫邪的念头，你一只脚就踏进这个陷阱里。我们讲淫邪，不光是指你做了法律不允许的事情，那叫阳的层面的罪。我们讲的是阴的层面。第一，你意淫，你脑子里想那些不干净的东西，你去看那些乌七八糟的视频图片，你以为你没做就没事了。佛家讲一切唯心造，你心一动，你意犯，你的阴德就已经在损耗了，你的神就已经散了。你神一散，你的运气就开始走下坡路。第二，你邪淫，就是你有家庭的，你还在外面乱来，你破坏了伦常，你破坏了阴阳的配合。一个家庭，丈夫是乾，妻子是坤，乾坤定位，这个家才能生生不息。你搞婚外情，你就是把这个乾坤给颠倒了，给搞乱了。你搞乱了，你以为只是你2个人的事吗？你错了，你损的是你祖宗的德，你让你的祖宗蒙羞，你损的是你子女的福。你去看
凡是父母在外面淫邪的，他的子女婚姻大概率不顺，或者身体很差，或者很叛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鱼殃，你这个脏水流到他身上去了，你用你一时的快乐换来的是你应得的大量破产和你子孙后代的灾殃。你告诉我这笔账划得来吗？所以人一定要守正，这个正就是你的精气神要守住，不守住，你这个福报的根就烂掉了。第7个损阴德的行为叫嫉妒。嫉妒这个东西是阴中之阴，它是一种阴毒。什么叫嫉妒？就是见不得别人。好，你看我们很多人，他宁愿去布施一个很远的不认识的乞丐，他都不愿意随喜一下他身边那个发财的邻居。你是不是这样？你同事升职了，你心里就不舒服了。哎呀，他凭什么？不就是会拍马屁吗？你同学做生意赚了钱，你心里就酸溜溜的。哎呀，他那个钱肯定来路不正。你发现没有？你这个心是反。佛家讲修福报最快的方法是什么？叫随喜功德。别人做了好事，别人发了财，别人中了状元，你真心的替他高兴，就好像是你自己得到的一样。你这个心一发，你随喜他，你猜怎么样？他的功德你见者有份，你也能分到1分，这个多便宜啊！你1分钱不用花，你就是动一个善念，你就能分红。但是我们反而做不到，我们是嫉妒。你嫉妒是什么？你就是见不得别人好。你见不得别人好，你就是在跟老天爷抬杠。老天爷说这个人他阳德够了，他阴德也积了，我给他福报。结果你呢？你在这里怨天尤人，你怨老天爷长眼，你这个怨就是毒。你嫉妒别人，你损的是谁的阴德？是你自己的。第一，你嫉妒，你这个心量就变窄了。你心量一窄，你那个福报的容器就变小。本来老天爷要给你一个池的福报，你一嫉妒，你那个心就缩成了一个杯子，那你最后就只能得到一杯水。第二，你嫉妒，你就会动恶念，你可能会去两舌去毁谤他，那你又犯了口业，你又在火烧功德林。第三，你嫉妒这个阴毒，它会反过来腐蚀你自己的善根。你嫉妒久了，你的心就暗，你心暗了，你就只能感召那些倒霉的黑暗的事情。所以《道德经》讲夫为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你不争，你随喜，你谦下，你像水一样，你反而能汇聚百川，你反而能得。你越嫉妒，你越争，你越得不到。这个嫉妒心你每天都要反观自照。你一发现它冒头了，你马上要把它按下去。你跟他说，我偏要随喜，我偏要祝福他。你把它转过来，你这个阴德才能保住。第8个损阴德的行为叫嗔恨，就是发脾气。佛家讲贪嗔痴三毒，嗔就是这个。我们很多人把发脾气当成有本事，我这个人就是直，我脾气不好，你还很得意，你错了。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。你那个脾气就是火，你一发脾气，你就是在放火。你那个阴德，你那个功德好不容易积攒起来，像一个森林一样，你这一把嗔恨的火一烧，全烧光了。你辛辛苦苦做了1个月的好事，你对父母孝顺了，你也布施了，结果你跟家人大吵一架，或者你在单位里骂了你的下属，你这1个月的功德可能就清零了。你还不知道，你觉得你吵赢了，你很爽，你爽的是阳的层面，你亏的是阴的层面。易经里离卦，离卦是火，火是光明，是文明。但是火如果失控了，它就是灾难。你的嗔恨心就是失控的火。
你为什么会嗔恨？你就是我执太重，你觉得我是对的，你觉得我受到了侵犯，你觉得我的利益受到了损害，你这个我字一出来，你的火就上来了。你这个火不光烧掉你的阴德，它还严重损伤你的阳德，就是你的身体。你去看爱发脾气的人，肝一定不好，心脏一定不好。为什么？怒伤肝，你那个阴的火在烧你阳的脏器，而且你嗔恨别人，你就是在跟别人结怨。我们讲冤家债主，你以为你骂他一句就完了，你打他一下就没事了，你这个恨的能量发出去了，他就在阴的层面形成了一个绳子，你跟他绑在一起了。你这一次他没你厉害，你欺负他了，你放心，下一次他一定来讨债。你这个阴德的账本上就记下了一笔负债，你跑到哪里你都躲不掉。所以道家教我们什么？柔弱胜刚强。道德经通篇都在讲你要柔，要弱，要处下。你为什么柔不了？你就是刚，你刚什么？你就是嗔恨。你把这个嗔恨降服下去，你不是为了别人，你是为了保住你自己的功德林，是为了不给你自己结恶缘。你连火都控制不了，你还怎么控制你的人生？第9个损阴德的行为叫虐待生灵，就是你对那些比你弱小的生命，你很残忍，你虐待动物，你虐待猫狗，甚至你虐待那些不如你的人，你本质上都是虐待生灵。我们很多人他欺软怕硬，他见到领导他点头哈腰，他见到比他弱小的他就颐指气使，这个心就是失衡的。佛家讲众生平等，在道德面前，在佛性面前，你们是平等。你今天有这个人生，你比他阳强大，他今天是那个畜生身，他比你阴弱小，你用你阳的强势去欺负那个阴的弱小，你这个阴德就亏大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以强凌弱，你违背了天地的好生之德。天地是什么心？是生的心。你看春天万物生长，老天也希望万物都活着。你呢？你用你的残忍心去毁灭这个生机，你就是在逆天。你逆天而行，你觉得天会顺你吗？你虐待生灵，你在你的潜意识深处种下了一个残忍的种子。这个种子下去了，它将来就会发芽。它发什么芽？它发的就是你自己的灾殃。你让它痛，你将来就会痛；你让它流血，你将来就会流血；你让它恐惧，你将来就会恐惧。这不是报应，这是规律。就像你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你种下残忍，你收获的也一定是灾难。所以我们中国人讲爱物，仁者爱人，推己及人，推己及物。你连一个动物你都去爱护它，你这个心就是人心，就是天地的心。你有了这个人心，你这个阴德的根才算是扎住了。你这个根扎住了，你才能厚德载物。你连物都不载，你还想载什么福？第10个，我们讲最后一个，这个是最阴的，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。最损阴德的行为叫毁人信念，就是你去破坏别人对善的信仰。你去看，有的人他很善良，他想去日行一善，你就跟他说，哎呀，你装什么好人？现在这个社会好人没好报，你就把他那个善念给打下去了。有的人他信佛，他信道，他信圣贤的教诲，你就去跟他说，那都是迷信。你读那么多书还相信这个，你就把他那个信念给动摇了。你以为你很聪明，你看破红尘了，你错了。你毁掉的不是一个人，你毁掉的是一颗种子。这个人他本来可能因为这个善念，这个信仰，他改变他的命运，他积累阴德，他影响他的
家人、他的子女，你一句话把他打下去了，你等于是断了他的慧命，断了他的善根。这个罪在因的层面有多重？就好比有人快要爬出泥潭了，你在岸上不拉他，你反而一脚把他踩下去。你踩的不是他一个人，你踩的是他背后可能影响的千千万万的人。这个因果太大了。易经里面有一卦叫蒙卦，蒙就是启蒙的蒙，就是教育。卦辞讲匪我求同盟，同盟求我，就是不是我去求学生，是学生来求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教育这个事情太神圣了，你教他善，你是在种善因；你教他恶，你教他怀疑，你就是在种恶因。而且这个恶因不是在他一个人身上，是在所有听到你这句话的人身上。我们现在很多人他自己不相信因果，他还到处宣扬没有因果，他自己不孝顺，他还说孝顺没用，他自己偷奸耍滑，他还嘲笑那些老实人是傻子。你以为你在传播智慧，你在传播毒药，你这个毒药散播出去，你污染了多少人的心田，这个账你怎么还？佛家讲有一种大恶叫破和合生，就是你去破坏僧团的团结，你让大家对佛法起疑惑。为什么这个罪这么重？因为你断的是众生的慧命。你毁人信念也是一样，你断的是别人行善的路，你断的是别人改命的机会。你这个恶在阴德的账本上，那是用最重的笔写下来的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说一句良话，你泼一盆冷水没什么，你动摇了一个人向善的心，你就在阴的层面造了一个大恶。反过来，你如果鼓励别人行善，你赞叹别人的善行，你让别人坚定对圣贤、对因果的信仰，你这个功德也是无量的。因为你成就了一个善人，你就等于成就了无数的善行。好，我今天讲的这10个损阴德的行为，你都听明白了吗？我再重复一遍。第一，不孝父母；第二，口业，尤其是绮语和两舌；第三，傲慢；第四，贪婪和吝啬；第五，欺诈不成；第六，淫邪；第七，嫉妒；第八，嗔恨；第九，虐待生灵；第十，毁人信念。这10个就是你水缸底下的10个大窟窿，你不把它补上，你再怎么求神拜佛，你再怎么烧香磕头都没有用，因为你积的福从这些洞里漏得比你积的还快。你就好比拿着一个漏斗往缸里倒水，你永远都装不满。那我们怎么补这些洞？很简单，就是反过来做。你不孝，你就从今天开始孝顺，你不用等，你不用找借口，你现在就打电话回去，好好跟你爸妈说句话，问问他们需要什么。你口业重，你就从今天开始守住你的嘴，不讲是非，多说善语。你傲慢，你就练习谦卑。你看每一个人都比你强，你都有可以学习的地方。你贪婪吝啬，你就开始布施。你不要等你很有钱再布施，你现在就可以布施1块钱。一句好话，一个微笑，你不成，你就从今天开始说到做到。哪怕吃亏你也守信用，你有淫邪你就赶快断掉，你把那些干净的东西都删掉。你眼不见心不动，你嫉妒你就练习随喜，你看到别人好你就真心祝福他，你嗔恨你就练习忍辱，你被冤枉了你也不发火，你知道这是在消你的业。你虐待生灵，你就开始爱护，哪怕是一只蚂蚁你都不伤害。你毁人信念，你就开始护持，
你看到有人行善，你就赞叹，你鼓励他，你只要开始做了，你那个水缸就开始不漏了，你不漏了，你再往里面积，你这个阴德就起来了。你阴德起来了，你不用求，你那个阳报、财富、地位、健康、家庭和睦自然就来了。这就是天道。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你今天听到了，你就是有缘人，你不要当耳旁风，你回去好好对照。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前，你问问你自己，我今天有没有犯这10条？我有没有漏福？你天天这样反省，你就是在修行。你修好了，你这一生求智德，你的子孙也会因为你而受益。天道好还，因果不虚。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它就在那里运行。我今天讲的这些，不是为了吓你，是为了提醒你，你的命运在你自己手上，你的福报也在你自己手上。你把这10个洞补上了，你就是在给你自己，给你的家人，给你的子孙积最大的福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你好好去悟，好好去做。记住，知道了不做，等于不知道；做了才是真知道。祝福你，阿弥陀佛。